Hello，大家好，10月来了，对币圈来说，这可是个大事。所以问题来了，比特币到底会迎来一个大爆发的月份，还是说，其实前面有一些我们得小心的坑呢？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聊聊这个话题，把历史数据和目前的市场状况摊开来看。好，废话不多说，我们直接切入重点，来看看数据怎么说。很多人都在讲所谓的 October， 也就是上涨的10月，这背后其实有一个蛮强的历史趋势，我们就来看看这到底是不是空穴来风。首先，我们来看一个很惊人的历史讯号。大家都知道哦，10月传统上就是比特币表现最好的月份之一。但今年有意思的地方是，这不只是10月的惯性哦，而是9月发生了一件事，让今年的10月变得特别值得期待。你看这张表，重点来了。过去的数据告诉我们一件事，只要9月是收红的，那接下来的10月，你猜怎么着？每一次都是上涨的。对，你没听错，几率是100%。当然了，我们要老实说，这个历史样本数确实不多，但你说这个100%的记录，你敢完全忽视它吗？好，那我们就来玩个假如的游戏。假如哦，这一次历史真的重演了，那比特币的价格可能会冲到哪里去？我们就根据过去的涨幅来抓几个可能的目标价位看看。我们先从最保守的剧本开始看。假设这次10月的表现只是跟过去最差的一次一样，也就是只涨个10%左右。即便如此，这也足以让比特币冲破之前的历史高点，来到大概126000美元。光是最低标就这么惊人了耶！那如果我们不要那么保守，取个平均值好了，过去几次的平均涨幅大概是22%。这样算下来，哇，价格就可能直接往14万美元这个整数大关去挑战了。最后，我们来看看最疯狂、最乐观的剧本。如果这次10月复制了历史上最强的一次表现，涨幅超过33%的话，那比特币的价格到月底可能会看到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，152000美元，是不是很难想象？好，听到这里，大家可能已经很兴奋了，对吧？不过，先冷静一下。俗话说得好，投资不能只看好的一面。现在市场上其实也有几个警讯，告诉我们可能需要踩一下刹车。所以你看，这就是10月市场最有趣的地方。一边是超强的历史数据跟你说冲啊，另一边呢是短期的技术指标和市场消息，这跟你说等等，先别急。这就像一场拔河比赛，这两股力量到底谁会赢，就决定了接下来的走势。那我们就来具体看看这几个绊脚石到底是什么。主要有3个，我们一个一个来拆解。第一是10月初可能的回档，第二是技术指标过热的问题，第3个就是美国政府关门这件大事。你可能会想，美国政府关门跟我们币圈有什么关系？关系可大了。因为这代表 SEC， 也就是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，基本上就是半停摆状态。那大家最期待的 ETF 呢？想都不用想，审核一定会被延后。ETF 可是被看作能引进海量资金的超级大利多诶，现在这个利多延期了，你说市场的热情是不是会被浇一盆冷水？OK， 看完了多空两边的论点，我们现在把镜头拉远一点，从更宏观的技术分析角度来看看整个市场的结构，到底现在的关键价位在哪里？现在整个市场几乎所有分析师的眼睛都死死盯着一个数字，118000美元。这个价位非常非常关键，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多头的防守线。如果价格不止站上去，还能连续好几天都收在它上面，那对多头来说就是一个超级强心针，等于是确认了上涨趋势。当然啦，市场不是只有比特币，我们来看看其他主流币，像是以太币和 ADA， 它们其实也都走到了很关键的位置。以太币呢，正朝着突破前高，挑战5000美元的目标前进，而 ADA 则是刚站回一个重要的支撑位。接下来能不能守住就变得很重要了。说到山寨币，最近很多人都在讨论一个东西，叫做杯柄形态。这是什么？很简单，你想象一个咖啡杯，它有一个 U 型的杯身，然后右边有一个小小的把手。
在技术分析里，这是一个很典型的看涨讯号，代表价格经过整理，甩掉一些浮动筹码之后，准备要往上大喷发了。那最让人兴奋的是什么呢？就是现在用来衡量整个山寨币市场的2个重要指标图表 ，Total 2和 Total 3都出现了这个杯柄形态耶。这意味着什么？这意味着整个山寨币市场可能都已经在突破的边缘了。只要成功突破，我们期待已久的山寨币季节可能就真的要来了。好，讲了这么多，我们来总结一下，接下来这个月我们到底该盯着哪些东西才能判断市场的风向呢？因为很简单，你只需要关注3个重点。第一，比特币的价格它能不能守住我们刚刚说的$118,000这个生命线？第二，宏观消息面，特别是美国政府关门的后续，还有联准会会不会因为新的就业数据而有什么动作？最后就是山寨币的整体走势，盯好 Total 2和 Total 3那个杯柄形态，看它到底突不突破。掌握这3点，你对市场的脉动就会清楚很多。所以说，到底这个10月就是一场对决，一边是过去100%胜率的历史数据，另一面是眼前真实存在的短期风险。究竟是历史会再一次证明自己，还是现实会给我们一个意外的答案？这个问题啊，没有人能给出肯定的答案，但这也正是市场最迷人的地方，对吧？就让我们一起看下去吧。